天文学界最近有点坐不住了。自2022年启用以来，耗资100亿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一直在刷新我们对宇宙的认知。而在2025年，韦伯望远镜的一系列颠覆性新发现更是让科学家目瞪口呆，感觉仿佛宇宙在对我们喊：你们一直以来深信不疑的东西反了，全反了。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发现如何动摇了现行的 Lambda、CDM、Lambda 冷暗物质、宇宙模型和大爆炸理论的根基。故事要从宇宙的婴儿时期讲起。本来我们以为宇宙诞生后的头几亿年应该是一片黑暗混沌，只有零星的新生、恒星和小星系闪烁着微光。然而韦伯望远镜的观测结果狠狠地给了我们一记下马威。2022年第一次深空观测时，科学家就在韦伯的数据里发现了几个超出预期的大质量星系。这些星系出现的时代居然是在大爆炸后区3亿到5亿年左右，也就是说宇宙年仅几个月大的时候，按138亿年的寿命类比，就已经孕育出了成熟个体。打个比方，这就像我们期待看到宇宙的婴儿在蹒跚学步，却突然蹦出来一群成熟稳重的成人。科学家一开始甚至怀疑望远镜是不是看错了，这些红得发紫的小光点会不会其实是离我们较近的尘埃盖住的星系，还是望远镜校准出问题了？但随着更多观测接连不断，质疑声被实打实的证据压下去了。那些不起眼的小红点确实是非常早期的星系，而且质量之大，年龄之老，完全出乎意料。举个具体例子，韦伯高级深空巡天 JADIS 项目中，一个被昵称为加德斯的早期星系引起轰动。根据韦伯的数据推算，这个星系的光在路上跑了将近135亿年才到达地球，也就是说它诞生于大爆炸后不到4亿年的宇宙黎明时期。然而它的质量和规模却几乎不亚于银河系。按理说，在那样的宇宙幼年阶段，只应该存在一些散乱的小星系和原始恒星团，可加德斯星系看起来就像时间提前了几十亿年，让一个满级号闯入了新手村。更惊人的是，这类现象并非孤立。自2022年以来，韦伯已经识别出超过700个类似的早期星系候选体，统统都有着长得太大、成熟太早的怪异特征，与我们根据标准宇宙模型所做的预测严重不符。科学家原以为也许能找到1-2个不合常理的漏网之鱼，没想到韦伯一出手就是大爆冷，这样的异常星系频频出现，多到快要变成常态。这下可把宇宙学家们搞懵了，难道是我们的宇宙模型出了纰漏？否则这些小怪兽星系究竟是怎么来的？时间来到2023年年初，韦伯望远镜又抛出一个重磅炸弹。科学家宣布，在大爆炸后5亿到7亿年之间，发现了6个规模堪比银河系的远古星系。要知道，根据我们现有的模型和理论，在宇宙诞生不到10亿年的时候，这种级别的庞然大物根本不应该存在。当时这些星系中的恒星已经相当成熟，许多是年老的红色恒星，仿佛宇宙刚眨眼就长出了白胡子。研究人员直言不讳地说，这一发现给科学出了大难题。还有人夸张地表示，我们可能得重新改写宇宙学的教科书了。毕竟这6个星系的存在彻底质疑了我们对早期星系形成的整幅图景。想象一下，本来教科书上画的是宇宙从无到有，小星系慢慢合并长大的进程，现在突然蹦出来几位不速之客，在宇宙年纪还不到 5% 的时候就提前上演了星系成年礼。这就好比一个小学班级里出现了几个身高2米、满脸皱纹的学生，老师和校长能不震惊吗？要解释这些星系为何能如此快速的成长，天文学家开始抓破脑袋。是我们的理论低估了恒星诞生和聚集的效率，还是有我们不知道的加速机制？或者更大胆一点，会不会我们的宇宙年龄估算错了？宇宙其实比想象中老成得多。就在众人还在为那些远古星系争论不休时，2025年的最新观测再次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这一次走神台的是一个被称为 Big Wheel 的巨型螺旋星系。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因为它实在太巨大、太特殊了，形态宛如一个巨大的轮盘。Big Wheel 星系距离地球约117亿光年，
的光来自宇宙大爆炸后约20亿年的时期。在那样的年代，大多数星系还应该是小不点儿，按常理顶多刚开始形成雏形。然而 Big Wheel 完全打破了常理，它拥有完整绚丽的漩涡盘状结构，直径达10万光年，旋转速度高达每秒200公里，整体质量约为银河系的5倍之多。这几乎与如今宇宙中最大型、最成熟的螺旋星系不相上下。科学家看着这个宇宙大轮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位加州理工的教授感叹道：“这可能是迄今发现的最庞大的早期螺旋星系，简直前所未闻。”另一位天文学家形容说：“这就好比我们发现了一只活生生的恐龙，而它竟然存在于恐龙该灭绝的年代。”是啊，根据我们之前的认知，宇宙在大爆炸后20亿年时，应当还处于星系发育的童年期，怎么会跑出一只成年恐龙满地乱跑？为了解释 Big Wheel 的存在，研究团队推测，它所处的宇宙区域异常致密，周围星系密度是宇宙平均值的10倍以上。这种环境也许为其快速成长提供了温床，充足的冷气体源源不断地汇聚过来喂养它，并且频繁的星系并合加速了质量积累。简单说，就是富养加催肥，硬是在短时间内造就了一个星系巨无霸。这听起来似乎是个合理的特例解释，可问题在于，像 Big Wheel 这样早熟的星系，在韦伯的视野中并非孤立。正如我们提到的，还有成百上千个大大小小的星系都或多或少地超出了标准模型的预期范围。所以，除了解释单个案例，我们还得从整体上反思，是不是我们的理论本身有哪里不对劲。在天文学家圈子里，一直有一套标准宇宙配方，学名叫做 Lambda CDM 宇宙学模型。这套模型自称简单，却威力无穷。只要准备好几个基本成分 Lambda 即宇宙学常数代表暗能量，占比约 68%， CDM 即冷暗物质，占约 27%， 再加上 5% 的普通物质，配上一场138亿年前的大爆炸和此后的引力作用和宇宙膨胀，就能烹调出我们今日所见的一切。从微波背景辐射的微微纹路，到星系如何分布、演化，都在模型的意料之中。一直以来， Lambda CDM 模型在大尺度上确实很能打，很多观测结果都和它惊人的契合，因此它被视为当代宇宙学的基石。我们理所当然地相信宇宙演化史大体正确，宇宙从炽热起点开始膨胀，最初诞生了氢元素和微小的密度波纹。大约 3.8 万年后，暗物质开始主导，引力将物质慢慢聚成星系雏形。5亿年左右出现第一代恒星和星系，此后星系合并成长，诞生星系团，一直发展到今天。而暗能量宇宙学常数 Lambda 在后期接管主导，让宇宙膨胀加速。然而如今，韦伯的发现似乎在这套剧本哪里不对。那些过早出现的大质量星系完全不像模型中循规蹈矩的宇宙该有的产物。如果 Lambda CDM 是对的，那么像 Big Wheel 这样的星系绝无可能在20亿年时就长成，它需要更多时间来积累物质，形成盘旋结构。同样，那6个超大星系在宇宙年仅5亿岁时冒出来，几乎就像婴儿摇篮里躺着一群老人。从模型角度看，这是难以容忍的反常。面对这一连串打脸的数据，科学家开始反思，是不是 Lambda CDM 模型里缺了什么环节？早期恒星形成效率可能被严重低估了，或者初代恒星的质量分布、初始质量函数在早期宇宙完全不同，使得恒星和黑洞能以我们意料之外的速度生长。还有人猜测，会不会早期存在大量由暗物质驱动的快速并合，或者其他新物理过程，加快了星系成熟？这些想法五花八门，但都还是在试图修补 Lambda CDM， 而非抛弃它。可要是怎么修补都解释不了呢？那么就只剩下一个可能，我们对宇宙最基本的认识可能出了偏差。毕竟模型再成功，也只是基于已有观测得出的近似，一旦新观测跳出框框，模型就需要升级，甚至推倒重来。这种情况历史上不是没有过，上世纪末暗能量的发现不就迫使宇宙学模型大改版，引入了 Lambda 这个全新成分吗？如今韦伯的早期星系们也许正在释放类似的信号，宇宙公式该更新了。除了星系的难题，
宇宙学标准模型还有另一件家丑在困扰着科学界，那就是著名的哈勃常数之争。简单来说，不同方法测得的宇宙膨胀速度，哈勃常数 h 一直对不上，用附近超级新星测一个值，用宇宙微波背景推算又是另一个值，两个数总是差一截，这被称为哈勃张力，是近年来宇宙学最大的未解之谜之一。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一些科学家开始怀疑是不是我们对暗能量的假设有问题。Lambda CDM 模型假定暗能量就是个恒定的宇宙学常数， Lambda 永远均匀的充斥空间，强度一成不变。但如果暗能量并非恒定不变，而是随时间变化呢？比如早期宇宙的暗能量更强劲，后来逐渐减弱，或者相反，这种动态暗能量的想法最近越来越受到关注。2023年底，诺贝尔奖得主亚当·里斯，当年发现宇宙加速膨胀的功臣之一，等人对最新观测数据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用韦伯望远镜等新一代仪器精确观测远方造父变星和超新星后，哈勃常数的争议不但没平息，反而显得更刺眼了。里斯几乎要抓狂地问，为什么我们最好的测量工具彼此不一致？问题出在哪？这时候，一个大胆的解释浮出水面，也许问题出在我们对暗能量的假定上。如果我们放弃暗能量恒定不变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那么一些矛盾就有机会被缓和。试想，如果宇宙在早期经历过一段额外加速的时期，暗能量当时更给力，推动空间扩张更快，那么通过宇宙微波背景等推算出来的膨胀率会提高，更接近本地观测值。这正是所谓的早期暗能量理论的一种思路。反之，也有可能是暗能量逐渐增强，但那就更麻烦。总之，重点在于暗能量不是固定的 lambda。我们可以打一个生活中的比方，原本以为宇宙膨胀是在暗能量这台发动机恒定推力下平滑加速，就像车子一直用定速巡航，动力不变的前进。但现在怀疑，这台发动机的油门可能时紧时松，宇宙扩张经历了不同阶段的推拉。这可不得了，因为 Lambda CDM 的 Lambda 字母就是基石之一。如果暗能量不是常数，那 Lambda 就不复存在，模型必须更换引擎的设定。当然，目前暗能量变化的证据还只是些苗头，并非板上钉钉。李斯和许多天文学家正积极研究更多的数据，想搞清楚宇宙加速膨胀到底藏着什么猫腻。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暗能量这个昔日让我们震惊的发现，本身现在也有点摇摇欲坠的意思。如果连它都不按原本的剧本走，那宇宙学标准模型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一边早期星系闹独立，另一边暗能量搞变卦，整体大厦晃得厉害。当经典理论受到挑战时，科学家们的一大反应就是开脑洞，提出各种听起来匪夷所思的替代理论。如今，为了解释韦伯带来的这些冲击，有些研究者开始畅想一些非典型宇宙图景。其中一个最引人瞩目的观点是，我们的宇宙可能本身就在一个巨大的黑洞内部。什么？我们在黑洞里？这听起来像科幻小说情节，但别急，还真有点根据。事情要从韦伯的新发现星系旋转偏好说起。2025年，科学家在分析韦伯高级深空调查 JADES 数据时，注意到一个奇怪现象：所观测的263个遥远星系中，大约2/3呈现顺时针方向旋转，另外1/3逆时针旋转。正常来说，如果宇宙在大尺度上没有偏向性，星系旋转方向应该各占 50%， 就像抛硬币一样正反平均。然而韦伯的数据提示，在深空某些区域，星系自转方向似乎有统计上的偏差，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信号。如果星系旋转存在偏好，那意味着宇宙在大尺度上可能存在一个优选的旋转方向或轴线。换言之，我们的宇宙整体也许从一开始就是有自转的。而一个整体自转的宇宙无法由标准的各项同性大爆炸模型产生，因为标准模型假定在大尺度上宇宙没有哪个方向特别不同，更不存在整体旋转。这时候黑洞宇宙学理论粉墨登场了。根据黑洞宇宙学，也称史瓦西宇宙学的设想，我们的整个宇宙可能就是更大尺度母宇宙中一个黑洞的内部。这个理论的最早提出者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拉杰·帕特里亚等人。
如今，波兰裔物理学家尼科德姆·波普拉夫斯基等也在积极支持和发展这一观点。按照他们的描述，当一颗大质量恒星或更复杂的天体在母宇宙中塌缩成黑洞时，其内部并不一定形成一个无限密度的起点。相反，强大的引力扭转和自旋可能使坍缩物质在达到极端但有限的高密度后发生反弹，就像一根被压紧的弹簧突然释放。那团物质会在黑洞内部猛烈膨胀开来，听上去是不是很耳熟？没错，这膨胀开的那一刻，对于黑洞内部的观测者来说，几乎就是一场大爆炸。黑洞的事件世界相当于新宇宙的边界，从里面看，那就是我们可观测宇宙的极限。在这个理论中，我们宇宙的大爆炸起点其实是母宇宙中某个黑洞内部的一次大反弹。黑洞旋转轴给新宇宙留下了遗产，一个偏好的方向，也就是宇宙整体的旋转。这恰恰可以解释韦伯发现的星系自转偏好现象。我们的宇宙继承了母黑洞的自旋方向，因此早期形成的星系也沿着这个 U 选轴旋转，出现顺时针多于逆时针的偏差。如果这一理论为真，那真是颠覆三观。我们平时谈论的黑洞不再只是宇宙的终点，它还是新宇宙的摇篮，每一个黑洞内部都有可能孕育出一个新的子宇宙。同理，我们的宇宙也是某个更大宇宙的孩子，怪不得永远看不见黑洞内部，那里有自己的时空，连光都出不来。我不知道大家此刻作何感想，反正脑海中浮现出一种奇妙的画面，无数宇宙像套娃一样层层相生，每个黑洞都是一个通往新宇宙的单向门。这样的宇宙循环听着就让人头皮发麻，又觉得壮丽奇幻。当然，目前黑洞宇宙学只是少数学者提出的假说，要让主流科学家信服，还需要更多证据。至少韦伯的旋转偏好发现提供了一丝希望的线索。如果后续观测确认宇宙真的有统一旋转轴，那标准宇宙学将面临重大挑战，而黑洞宇宙论等新的框架将受到极大关注。除了黑洞宇宙学这样天马行空的想法，还有一些替代理论从更接地气的物理出发，比如重新审视广义相对论在宇宙尺度上的效果。其中有一种被称为实景宇宙学 （Timescape Cosmology） 的理论非常耐人寻味。它的核心思路是，或许宇宙中不同区域的时间流逝速度并不一致，我们在观测远方天体时忽略了这一点，因而误以为宇宙在加速膨胀。怎么回事？我们都知道，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引力可以减慢时间流速。举个常见的例子，在强引力场，比如靠近黑洞或者在地球深处，时间会走得比远离引力场的地方慢一些。通常我们在宇宙学中假设大尺度时空均匀平滑，但事实上，宇宙并非处处一样密集，有些地方是星系团、超星系团，物质密度高，有些地方是巨大的宇宙空洞，几乎真空。实景宇宙学提出，密集区域和稀疏区域的时间流速可能有所差异。比如，在星系团这种深引力井里，时间稍微慢一点，而在空旷的宇宙空洞中，时间相对走得快一点。这样一来，如果我们站在银河系所在的密集区，去观测远处那些处于相对稀疏环境中的 Ia 型超新星，这是测宇宙膨胀的经典距离标杆，我们得到的时间和亮度信息就会产生偏差。远方空洞区域的超新星，其光变曲线等看起来与我们预期的不符，我们可能错把时钟走得快解读成了距离拉得远。换句话说，我们以为那些超新星比按常规膨胀模型应该出现的更暗、更红，这是宇宙加速膨胀造成的。可实景理论说，也许是因为那里时间流逝更快，所以在我们看来，好像它们比预期老了一点，距离远了一点，需要假想一个加速来解释。这个概念有点拗口，可以想象一个比方，假设宇宙有时区差异，就像地球上不同时区有时间差。如果你不知道对方时区不同，看到对方的钟表比你这边快，就以为发生了什么怪事，比如时间穿越之类。实景宇宙学认为，我们观测遥远天体时可能没考虑宇宙时差，从而误判宇宙在加速膨胀。其实也许宇宙膨胀是正常的，只是我们的宇宙中没对准。如果实景宇宙学是正确的，那么震撼程度毫不亚于其他颠覆理论，因为这意味着加速膨胀和暗能量这种超神秘的东西可能压根就是个视错觉。
我们辛辛苦苦引入的 lambda 暗能量，也许只是由于没有正确处理广义相对论在大尺度非均匀性上的效应。说的极端一点，宇宙膨胀加速可能根本不存在，或者被夸大了。这可是捅了马蜂窝。过去20多年，宇宙学界无数的工作都是建立在接受加速膨胀这一事实基础上的啊。当然，实景宇宙学目前也只是少部分人在研究的模型，还没有得到广泛的验证支持。不过，它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不要过早假定暗能量这类奇特成分，先仔细检查一下爱因斯坦的理论，在大尺度上的应用是不是出了遗漏。有时候，最细法的真相其实隐藏在基本原理中，只是被我们不经意忽略了。韦伯望远镜引发的最后一个深层次拷问，直指宇宙学最根本的命题——大爆炸本身。几十年来，大爆炸模型在科学界是神圣不可动摇的地位。毕竟，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元素风度、星系退行等多种证据都力挺它，让我们深信宇宙诞生于一个极端炽热、致密的初始时刻，然后持续膨胀、演化至今。但现在，有些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我们是不是误解了大爆炸的细节，甚至整个图景。首先一个疑问，宇宙真的只有一个起源点吗？传统观念里，大爆炸描述的是整个时空从一个起点般的初始状态同时诞生，但某些理论设想中，宇宙也可能有多点诞生或非单中心的起源模式。比如有观点猜想，或许大爆炸并非在空间上完全均一地发生，有些区域先点燃了，形成了原初的膨胀泡，而另一些区域稍后才跟进，最终这些膨胀区连成一片，形成我们可观测的宇宙。但在微观尺度上，它并非来自绝对同一个点，而更像是一场烟花，有多个引爆点。同理，还有所谓泡沫宇宙的概念，宇宙在更大的尺度上可能是由许多膨胀泡泡、子宇宙构成，我们的可观测宇宙只是其中一个。虽然这些想法目前缺乏直接证据，但他们告诉我们，关于唯一的起源也许可以有不同解读。其次，循环宇宙理论给出了另一种时间维度上的替代方案。假如大爆炸并非一锤定音的绝对开端，而是宇宙无数轮回中的一次凤凰涅槃呢？有人提出，宇宙可能经历永恒的周期，大爆炸膨胀，冷却收缩，再大爆炸，如此往复没有尽头。像罗杰·彭罗斯的共形循环宇宙，或斯坦哈德等人的弹跳宇宙模型，都属于这种思路。在这些模型里，每一次循环都会留下些痕迹给下一次循环。或许韦伯望远镜看见的那些过于成熟的星系，就是上一次宇宙循环遗留下来的种子，使得新循环一开始就显得熟过头了。虽然这听起来有点悬，但假如未来我们在宇宙微波背景中找到了前一周期的信息，那么大爆炸就不再是而只是周期性事件之一。还有一些更具象的猜想，黑洞孕育星系便是其一。前面说到黑洞可以孕育整个宇宙，那是在更高层面。这里说的母黑洞孕育星系，则可以理解为，也许每个大型星系的诞生本身就源于某种小爆炸或特殊事件，例如原初形成的超大质量黑洞。我们一直困惑于星系和中心黑洞的先后顺序，到底是星系形成后中央塌缩出黑洞，还是黑洞先形成再引力聚集出星系？如果是后者，那么几乎每个星系的诞生都伴随一个母黑洞在幕后策划。极端设想下，这些原初黑洞甚至可能是上一代宇宙的遗物，通过大爆炸进入我们这个宇宙，成为星系生长的核心。这么看，大爆炸的角色也许需要重新定义，它不一定是创造出所有物质的唯一源，而可能是把火种散播到新宇宙的过程。此外，白洞理论也值得一提。白洞是广义相对论里的假想天体，是时间反向的黑洞，物质只能从中喷出，无法进入。有理论提出，宇宙初始可能就是一个白洞瞬间释放出巨量能量物质，即大爆炸。而如果宇宙中存在其他规模较小的白洞，它们也会成为局部的创生点，喷涌出新的物质。这些白洞也许寿命短暂，但足以在局部造出星系或星系团的胚胎。一旦白洞结束喷发，那片区域就留下一堆新生的恒星和物质云，形成一个星系。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凿证据证明白洞真实存在，但科学家一直在寻找，
比如有没有莫名其妙出现的高能粒子喷流没有源头之类。如果找到，真有可能改写我们对宇宙结构形成的理解。归根结底，质疑大爆炸理论并不意味着否认宇宙曾经炽热致密，如今在膨胀这些基本事实，而是对起源和演化方式提出不同的叙事。韦伯望远镜带来的这些矛盾现象，相当于在宇宙学这部大片里埋下了一连串疑点，逼得编剧，也就是科学家们，不得不去考虑各种出乎意料的剧情走向。谁能想到，我们也许一直以来理解错了宇宙的剧情发展。听到这里，您可能会问，那我们过去的宇宙学知识是不是都白学了？难道大爆炸宇宙模型要寿终正寝，被新理论取代吗？别急，科学的发展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推翻，更多时候是不断修正。目前虽然出现了这么多挑战 Lambda CDM 和大爆炸的讨论，但标准模型依然有它强大的成功之处。毕竟宇宙微波背景辐射那几乎完美的黑体谱和各项异性模式元素丰度的精确匹配，这些成就可不是轻易被抹杀的证据。韦伯望远镜的发现固然令人震撼，但科学家首先会仔细检验这些早期星系的数据会不会有误差，比如红移测量是否准确，无线电或光学后续观测能否确认它们的距离和质量。有些最初报告的超高红移星系后来被证明其实是较近的尘埃星系，这样的乌龙也发生过。所以接下来需要进一步的谱线观测，更多望远镜协作，来逐一确认韦伯发现的异常星系究竟有多异常。另一方面，即使确认了这些星系确实质疑模型，科学家也可能选择在 Lambda CDM 框架内寻找调和的办法，比如调整星系形成的刺激模型，引入新的因子来解释高效恒星生成，或者考虑宇宙在特殊环境下演化的统计概率。也许这些怪异星系虽然罕见，但并非不可能，只是此前我们样本小没看到。就像见到会走路的鱼，我们不一定推翻生物进化论，而是会去研究特殊的环境如何赋予了鱼这些本领。然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大量新证据不断积累，显示出系统性的偏差时，范式转变往往已在酝酿之中。开普勒发现行星轨道不是圆形，最终将天文学范式从完美圆形转到椭圆轨道。19世纪末的光谱异常催生了量子力学。上世纪的天文观测让大爆炸取代了稳恒态宇宙。也许韦伯望远镜正在扮演类似的角色，为宇宙学带来下一次范式大革命的契机。想象一下，也许10年后的课本上，我们会写着这样一段话：21世纪20年代，詹姆斯·韦伯望远镜的观测揭示出标准宇宙学模型无法解释的一系列现象。经过科学界的激烈探索，人类终于发现了新的宇宙图景。这段空白会由什么填补呢？是黑洞宇宙学大行其道，告诉我们宇宙有母体和子代，还是实景宇宙学修正了引力效应，让我们恍然大悟，加速膨胀只是一场误会？亦或是其他我们目前难以想象的理论？无论答案如何，这一切都令人格外期待。可以肯定的是，科学的自我修正力量在此刻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曾深信不疑的一些宇宙真相，或许真的全错了也说不定。但这并不是坏事，相反，它意味着我们将学到更新、更奇妙的真相。宇宙的剧本也许比我们原本的版本精彩100倍，只等我们去发现和书写。韦伯望远镜只是翻开了新篇章的第1页，后面的故事发展将由更多观测和理论去推进。最后，不妨留几个悬念给各位：如果我们真的身处黑洞内部，你的直觉能接受吗？如果暗能量不是恒定的，宇宙常数这个词是不是本身就是个谬误？假如有一天科学家宣布大爆炸理论需要大修甚至推倒重建，你会感到震惊还是兴奋？对于热爱探索的人来说，这些问题本身就是魅力无穷的悬疑剧情，而我们正处在这个激动人心的宇宙学悬疑片当中。或许多年后回首2025年，我们会说，就是那一年，韦伯望远镜让我们重新审视了宇宙的起源与命运。在质疑声中，我们重新发现谦卑，原来我们对宇宙的了解依然微不足道，但也正是在不断推翻自我的过程中，人类的宇宙观才能愈发接近真相。准备好迎接宇宙的新篇章了吗？也许下一刻，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以为的真相真的全错了。